我活了18年才发现自己是个男配，身边所有女人都会被男主无情夺走，高冷傲娇的青梅校花，霸道病娇的冰山总裁，甚至是说好陪我一辈子的温婉姐姐，只要男主轻描淡写的一句天凉了，这群疯批女主就会毫不犹豫将我粉身碎骨。于是当女主再次为了男主找我麻烦时，我决定开摆了。我虽然对女主们的行为感到不解，但此刻我更想赶紧回家研究一下系统。回到自家别墅，我立马朝卧室跑。小莫怎么一回来就往房间里面跑？不吃饭吗？出生的正是我父母收养的孤儿，我的一姐宋婉柔。前世她本来一直都是一个合格的姐姐，直到晨曦盯上她，跑到她所在的大学里面去撩拨。宋婉柔喜欢花花草草，晨曦还专门看了几本书，只为了拥有共同话题，时时刻刻营造着她是一个爱花之人的形象。宋婉柔很快沦陷，并且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，被晨曦套出来了宋家的商业机密。这位后来宋家毁于一旦埋下了引线，我不止一次警告她离晨曦远一点，但她却总以为我是极度吃醋。如今听见这道熟悉的温柔女声，我并没有感到亲切，反而生出厌烦。与绞尽脑汁想要搞垮你的外人相比，家里人捅刀子才是真的让人寒心。爸妈就不应该收养这个白眼狼。宋家被那几个女人联合打压的时候，我不是没透露过一切和晨曦有关，她始终不相信我，反而对晨曦的话言听计从，更是泄露了宋家的商业机密。如今看来这女人还真是恶心啊！我占据上风打压晨曦的时候，她哭着来求情，说什么姐弟情分。等到我被那几个女人联合打压的时候，她却作弊上官。算了，以后随便找个由头将她赶出去宋家，眼不见为净。想到这，我冷淡瞥了她一眼，你自己去吃吧，今天我在学校吃过了。听着冰冷的房门上锁的声音，宋婉柔怔怔地立在原地，心神遭到猛烈的撞击。为什么自己好像能听见弟弟的心声？弟弟心里面竟然这样讨厌我吗？觉得我是一个白眼狼，说我很恶心，还要将我赶出去宋家。宋婉柔只觉得浑身冰凉，心中没由来生出一种怨气。这么多年的感情为什么全都是虚假？她不想被赶走，她从小就在宋家生活，宋父宋母对她都很好，我也是她看着长大的。想了一会，她才想起来我心声里面不对劲的地方，那就是她根本不认识一个叫做晨曦的人了。宋家也没有覆灭，我也没有被欺负。宋婉柔逐渐梳理出来了一个惊人的真相：重生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有可能真的是自己对不起小莫，甚至还对不起宋家。宋婉柔感到很难受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查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此时我在卧室打开系统面板，人生成就系统能够让我拥有超凡的学习能力，通过看书实践或者别人的教导，我都能够获得熟练度。简单来说，就没有我学不会的东西。我心里激动，有了系统的加持，我一定能对抗剧情，改变命运。当即随手拿起一本钢琴谱尝试起来，果然随意翻阅了一阵，就传来一道机械电子声：你翻阅钢琴书籍，学习钢琴技巧，熟练度+1。我暗暗高兴，继续阅读。2个半小时后，已经达到钢琴精通，熟练度竟然整整翻了10倍。我的内心也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，那是艺术宣泄的前兆。立马来到2楼的琴房，修长手指放在琴键，脑海中浮现出前世的悲惨经历，压抑着的情绪好像是一座沉寂多年火山口，一朝爆发势不可挡。另一边，宋婉柔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我的冷淡让她感到难过。不管她未来怎么样，但是现在她最关心、最在意的人只有我。忽然，她听见钢琴声，激昂的曲调，压抑着的愤怒的情绪，让她心情一震。身为魔都音乐学院的学生，宋婉柔感到很震惊，这样富有情感的音乐，即使是她的老师也不能随时随地的弹奏出来。她轻轻起身，心中生出来一个猜测，蹑手蹑脚的推开房门，果然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坚韧挺拔，就像在做激烈的抗争，表情痛苦却不愿放弃。她好像看见一个少年，明明只是想要守护好自己真爱的一切，但是却被亲近之人一次次抛弃，一次次伤害。宋婉柔听着听着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她不知道未来的她为什么会辜负我，心中也对未来的她生气，无限悔恨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神清气爽地坐在餐桌上吃早餐，宋婉柔顶着2个熊猫眼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有些愕然，难道是昨天晚上我弹钢琴吵到她睡觉了？我有种解气的感觉，干得漂亮，以后每天晚上我都弹钢琴，最好是能让她天天睡不着觉。主动从宋家搬走，听见我的心声，宋婉柔眼神中露出一丝宠溺，没想到弟弟捉弄人的时候也这么可爱，要是每天晚上都能听见他弹钢琴也是一种享受。昨晚宋婉柔一夜没睡，她终于想明白了，不管以后的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但是现在那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，自己还是有弥补的机会。只要改变小莫心中对自己的看法，让他知道自己最心疼的人还是他，是不是就可以修复好自己和弟弟的关系？想通之后的宋婉柔显得十分高兴。小莫路上注意安全哦。我冷漠的撇嘴，直接出了宋家别墅。看着我离开之后，宋婉柔立马打电话给辅导员请假，她要好好调查这个叫晨曦的到底是什么人。我来到教室，刚坐下就感觉到有一道视线一直注视着我，是安以诺。他神色很是复杂，轻轻的咬着嘴唇，有点不好意思开口的感觉。我没在意，找了一个周围没人的位置坐下来，取出高数课本开始刷学习的熟练度。忽然感觉自己的肩膀被拍了一下，看见安以诺尴尬看着我，那个宋诺，我微微蹙起眉头，这个女舔狗又想要整什么幺蛾子？安以诺原本是想要道歉的，可是听见我的心声，他又怒了，什么女舔狗？宋诺这家伙真讨厌，表面上装的文质彬彬，内心却总是在骂人，根本就是一个虚伪的家伙。他忍着怒气咬牙道：宋诺，昨天是我误会你了。我轻飘飘的哦了一声，算作回应。这女人怎么还不走？非要我开口改人吗？真不想和这个女舔狗扯上一点关系啊！她能不能有点眼力啊？安以诺刷的小脸通红，拳头死死的攥紧。这个混蛋，好，我偏偏就不走，看你能把我怎么办？他语气中带着怒气。之前我说了，要是我误会你的话，就和你道歉，所以对不起。呵呵，没
关系，我随便回了一句，便重新汇聚在高树书上面。原来是来道歉的呀，我还以为又被晨曦撺掇来找我麻烦了。安以诺惊呆了，平时不见你小子这么喜欢看书啊，他好歹也是魔都大学经管院校花，可曾被人这样轻视比一步？他的小将脾气又上来了，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，臭着张脸也翻开书本看起来。但是高树书上的字他个个都认识，组合在一起后就变成了他看不懂的东西。安以诺眼花缭乱，再看我眼神清澈专注，竟然很快就翻完了一页，不到2分半已经翻完了前面2个章节。哼，装什么？没见过像是你这样看书的，绝对是在装模作样。闻言我这才从数学的世界里回过神来，不是，这女人怎么还待在这？安以诺怒了，什么叫做这女人竟然还待在这？感情你压根就没在意过我的存在，那我刚才装模作样的看书，岂不是表演给了空气，还白白损耗了那么多的脑细胞？我很想骂人，安以诺同学，我知道你是安家大小姐，也知道你学习不学习都没关系，但你能不能让想要学习的人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？心里却在想，他坐在我的旁边干什么？别又要为舔他的晨曦和我作对。安以诺气得胸口一阵起伏，还说我，你自己有好好听课吗？你在这边一个劲的翻书，真的看一遍就懂了？有本事老师黑板上布置的题你写一下。我无所谓的耸了耸肩，其实我没看懂就随便翻翻，你别在意，内心却满是厌烦。等下课的时候换个位置吧。安以诺肺都要炸了。碰巧这时候高树老师正在问同学们有谁会做这道题，来讲讲思路。安以诺唰的一下举手，高树老师有些惊讶，安以诺同学你会？我不会，但是宋墨他会，那就请宋墨同学上来回答一下吧。我将课本放下，瞥了安以诺一眼，我就说这女舔狗不安好心。安以诺表面不动声色，心里却暗暗得意，我倒是看你待会出丑的时候怎么办。然而我从容的走上讲台，随意拿起粉笔3-5下就写完了。高树老师惊讶的看着我，不错，宋墨同学写的又快又正确。话还没有说完，又看见我刷刷刷的在黑板的空位上接着开始写起来。高树老师彻底呆住，好家伙，竟然用了足足3种解法，其中1种解法还是课本上未曾出现过的，全部正确，不错，宋墨的基础很扎实。在同学们顶礼膜拜的目光之中，我很是低调的走下讲台，回到座位，眼角余光瞥了瞥安以诺，